大家好，我是陈俊卫。那这节课我们先来讲一讲那个关于录音方面的知识，因为我前几天做了4期视频以后呢，那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紧急的，已经需要一个麦克风了，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不知道如何去采购麦克风啊，如何去寻找适合自己的麦克风，然后在网上已经不停的反馈回来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先把这个摄影的麦克风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先把它先了解一下，然后的话就让你知道如何正确的去使用麦克风，或者说如何去挑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麦克风，然后我们就以后的话制作视频再加上声音，就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我经常看到网上一些朋友就是视频的画面拍的是很好，但是那个有的时候声音要不然就是音量不足，要不然就是声音有很多噪音啊，要不然就有各种那个环境的噪音，或者说有周边的声音在干扰的这个你的正常的这个摄影。那要不然就音量太小，你发布出去的话人家听都听不见。我上一次看到一个视频说，就是你是不是怕听到隔壁人，怕打扰到别人，其实是因为音量你本身就没有调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想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麦克风，你到底要如何去采购麦克风，什么样的麦克风才适合你。我们先了解最基本的一些知识就是我现在随便拿一个麦克风，或者说这种麦克风或者任何麦克风都一样的，也包括一些胸麦，那这些麦克风的话，到底哪一种类型的麦克风比较适合你？我们先来了解一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麦克风的话有2种主要的一个麦克风形式，就是一种就是大家看清楚了，有一种叫做指向性的麦克风，就像一个叫做腔式的麦克风。腔式的麦克风它有什么特征呢？腔式的麦克风它就针对这个腔口，这个麦克风口直接对准着你说话的那个人，它方向直指到说话的对方。比如说我这样说话的时候，这个腔口，这个麦克风的腔口对准我，那就是在它的腔口所涉及的那个角度、那个范围以内，声音是很清晰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背后这样说话的时候，在周边，比如说我在这里在摄影的过程中，周边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呢，他声音会被那个遮蔽掉，就是会做一种声音比较低，就是它主要的那个拾音对象就是腔口，这个指向到哪里的主要的这个对象会比较清晰，被录进去。周边的环绕声音的话，声音比较小，而且它会做一些那个遮蔽的处理，就是让你的声音的话特别适合我们有的时候做个人演讲的时候，这样的腔式麦克风是最适合我们的。那有的那个这个麦克风叫什么？这个麦克风叫什么麦克风呢？这个麦克风就叫做指向性的心形指向性的麦克风，就要指过去。另外一种麦克风的类型是什么？就是前向的麦克风。前向的麦克风它就是一个圆头，它采访的就是所拾音的对象是整个环境，四周都一样的拾音的。其实就像这种的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这个胸麦，它其实也是属于前向性的麦克风，是吧？那如果那个前向性的麦克风一般应用在哪里呢？应用在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要拾音的时候，我要搜索，就是要能够拾音到周边所有的环境。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要拍电视剧，那不仅仅你是
不是说你一个人作为主体的这个对象，周边的人那个声音也是很重要，他也要把他声音收集到里面去，特别拍一些生活片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前向性的麦克风就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是做自媒体啊，以你个人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麦克风，一般的话是采购指向性的麦克风为主啊，就是采用指向性的麦克风为主。那麦克风的质量好差的话，当然差很多了。一会稍后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品牌，就是什么品牌有什么特性哈，这个东西我稍后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既然我们都说了，既然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就是如果你要是做演讲用的，它需要指向一个特定的对象这样来拾音。但是为什么胸麦又是有前向性的麦克风作为主要的这个拾音呢？它是全方位的拾音呢？这不是违背了这个概念吗？指向你的嘴巴，它不是指向你，但是它是全方位的拾音，它不是说某一个特定对象的拾音。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第二个概念来了，就是除了你虽然是前向性的，虽然这个小的胸麦麦克风是前向性的，但是它还有个概念叫做那个拾音范围，就或者说叫声音敏感度。它虽然这个是前向性的，但是我的声音它可能只能就是非常接近嘴巴的位置，就是在一个小圈的范围内，的声音是清晰的。那超过这个范围以后，我比如说超过1米或2米或再远一点就听不见了，它这个声音就比较小。这就是胸麦。它依然采用全向性的麦克风，但是当你带上这胸麦进行录音的时候，依然只有你说话最清晰，而别人听不太清楚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它这个麦克风，当我胸麦戴在我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它离我嘴巴非常近，它的拾音范围是比较小的，理解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是麦克风，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所谓的有大鼓膜麦克风啊，有这种小一点点的这个拾音范围麦克风啊，这个有分别就在这。那这种的麦克风其实这是 Rode 的其中的一款啊，其实跟那个手机我上一次说的那个 Rode VideoMic Mini 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姐妹篇的。这个我现在在用的 Rode VideoMic Mini 就上一期的视频就用这个录的，它的特点它是给手机用的，因为手机的接口是跟这是不一样的，手机的接口是3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接口是不一样的，这个正常的3.5像那个电脑里面用的单反啊之类的，还有一些那个摄影机用的麦克风，这个是2环的，这个是3环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通用，比如说虽然它这个是应用在电脑，或者说有的时候是运动相机啊运动相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运动相机啊，它的接口是本来是这种的，是这样的接口，但是我只要那个在这里面你看，我若想要这个麦克风用在我的手机上也很简单，只要你买个2头，你看一头是2环，一头是3环的，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换掉，把这种的3.5的这个是这是3环的，这个是4环的这是3环，这是4环，就是这种的跟正常单反微单的这接口接到这一头手机专用的接口接在手机上，效果就是一样的，就要买一个连接线连过去。当然的话，如果你要是想要让它远一点的距离也能收到这个声音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就是添加一条这个延长线就能解决问题。
也找个，比如说我这个线，比如说我是在几米以外的，对不对？那我现在手机我是在那么很远的地方，我现在我只要把这个，你看，延长线连上去，然后呢，把这头插在这，插在这个麦克风上面，这样拉长它，这个放在我的身边。然后呢，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啊！我现在就把我这个麦克风现在在用的麦克风取下来，然后用这个来替代。下来，现在的话是手机自身的麦克风，手机自身的麦克风也很重要，买个好一点的手机，有的自身的麦克风音质也很好。现在我把这个手机的这个端，看哈，这个延长线。把这个接上去，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接在上面也行了啊，就只要有个转换线就好了。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正常的在使用，就在采用延长线，然后把这个麦克风呢连接在离我人非常近的距离，这样进行录音，比刚才这个麦克风刚才直接接在那边。就是距离的话，差不多我用尺子量一下啊。我用半身的影像哈，记住手机的话，前置摄像头如果是广角的话，现在我录制半身的影像，这个距离我人的距离还不到1米，也就是说，当你手机如果是那个广角90度广角的麦克风，基本上1米内就可以能够拍摄半身的影像哈。我现在还不到1米，我刚量过了啊，80左右，我还可以再往后一点点就可以录半身的影像，基本上直接连在上面就可以，就直接说就好了，不用外带任何东西，直接连在上面直接说。但是如果你有条件，你把它拉到前面一点，就是这个距离就在你嘴边。这个时候声音肯定音质比刚才还要好，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目前的话，这个麦克风距离我人的嘴巴非常的近，就是把这麦克风直接连接到我的嘴边附近，这样说话，它音质是最佳的。当然，这个麦克风呢，它也是有延长线，这个就用手机，因为手机对着手机都是这种4环的嘛，1、2、3、4都是这种4环的。你只要买到一种那种4个环的这个连接线来连接就可以了哈。大家看这个，就这个是手机的延长线，这个接口你看4环的延长线。那我只要你看把这个手机本来是挂在手机上的，如果我想要声音效果，就是在我嘴边说，或者非常靠近我嘴巴啊，或者说我随便找个地方放着，比较靠近我人的地方哈，然后稍微让它指向你个人的方向，那么你录制出来的声音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是非常好的。只要把这延长线，这个短一点的延长线，因为我刚才比过了1、2米嘛。那有的时候你考虑到有的放的环境的话，可能要垂下来等等，就是买个2米左右的就够了，是吧？然后一头连在这，一头插在手机上用就可以了啊。那我现在也懒得去换了，就暂时先用这个啊。我就继续给大家讲，就是现在目前是第3个概念哈。第一个就是手机指向性麦克风与前向性麦克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声音的环绕的敏感度啊，它的适音范围的敏感度啊，有的是比较敏感的，那一会要非常敏感的，我再给大家示范这个哈，一会稍等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录音的时候让麦克风靠近你一点，越靠近声音越好，音质越好。然后的话，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户外看这里，
有的时候不是风会吹过来吗？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官方会提供给你这个Rode的麦克风，它提供给你是一个很大的这种网罩，有的时候眼睛看过有的挡住了那种东西。那我有挂在手上非常不方便。那种网罩的话就是没必要太大了，然后那个的话可能强风吹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用不着那么大风罩。但是你在户外摄影的时候，免不了还是有风，对不对？所以的话，我就自己在网上买一个这个海绵的这个网罩，小的网罩替代它换上去就好了。也要在户外是需要有这网罩，在室内就不一定需要了哈。那有的你看到网上就是有的那个网罩，那个有的那个家里面看到那种那么大套的，有的看到有的唱歌那种防喷网那个东西。我现在我不需要，我简单越简洁越好，这么简单就能解决，为什么非要那么大套呢？而且我防喷网好像也不需要啊，这样说话的话，你不用那么接近啊，不用嘴巴就对着这个麦克风啊，你距离这么一点点这样说话，你音质已经是足够好的了，你还要那个干什么，是吧？如果在室内用的话，连这个网都不要，完全不需要，就直接这样说话就好了，很简单，非常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不需要供电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你有的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在户外，有的麦克风它是需要电池的，啊。然后的话，电池当然它可以调节的东西比较多，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增益啊，它有电力来提供这个来做这个增益的话，肯定会更好一点。但有的时候我这都不需要供电的话，那我随时随地的摄影啊，随时随地都给录啊，而且永远不用担心没电。音质很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录制大量视频，直接用这个的话就好了。不需要供电，这个有它独特的作用，一会再给大家讲啊。这个有一个独特的作用，如果有需要，这个也可以用。Rode H1，这是很多的记者采访的时候用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的话带录音功能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在走动的时候，假设我没有带无线的麦克风系统，然后我用我这个，我可以把它当录音机，先把它录一段，然后回家剪辑的时候把声音跟这个手机里面的影像进行合并，然后我也可以到处跑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太繁琐了，我老是不需要这个。但是它这个有它独特的好处，就是增益效果超好，就增益。我有时候把它的增益效果全部打开啊，你会听到大老远以外的声音都传进来，都可以当窃听器用了。很远的距离的声音都会被收集进来，但是我们一般的话，我们不是那么个收音法。你如果增益调的那么大的话，你听起来就到处都噪音了。有的人刚买回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调节的，一买以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差劲的垃圾产品，因为你录出来声音那个根本没法听啊，那个周边的什么声音都被吸进去了，吵得要死。这个的话，所以要调节它的那个增益，这个增益是可以调整的哈，稍后再介绍。还有的电脑专用的麦克风的话，它有 USB 线直接连在上面，但是它也可以采用这个3.5的这个标准的音频口接口。像这个 Rode Zoom H1 这款的话，它就可以 USB 线啦。直接采用 USB 线连在这，然后这一头连在电脑上，它是采用数据传输的。有的用电脑，这款的话非常实用，用途很广泛。这款的话价格又实惠，人民币也才400多块好像，值得拥有。这款非常实用，特别你在做访谈的时候，有的需要稍微收音灵敏一点啊。稍微开阔一点，好几个人的访谈就一个麦克风，你也可以录音啊，直接立在这边录音，好几个人的说话就已经很清晰了。而且这款是很经典的产品，都已经很多人都在用，很多人记着，很多人都在用哈。这款的话可以拥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我有的在电脑上也一样，
我电脑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用 USB 线，然后电脑里面然后在这里面直接调节，也可以3.5的接口直接连上去，然后边供电然后边录音也是可以的哈，两种用途很多。那个 Rode H1 大家可以拥有一个，可以去网上相关的使用方法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哈。时间关系，我只要今天就是把重点的先说哈，重点的先说，不是搞测评，今天不是搞测评，让大家先基本的概念先有。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刚才说过，这个手机跟那个连接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有需要转换，有的用在手机，因为接口不一样，有的要用手机就用那个连接线可以换哈，有2种3种可以换。还有一个就是有的线呢，这种胸麦，这个是博雅的一款6米长的延长线，线很长。这个的话它可以两用，这就一个接口，但是手机也能用，那个正常的单反啊、摄影机啊、微单啊是吧？电脑啊直接可以用，直接也可以用。这个音质也非常好啊，这个好像是博雅的那个叫 M1还是什么，大家一会我把这个贴上去哈，我找到了，把名称贴上去。这款也很实用，音质也很好，而且最重要价格也实惠，这才160块钱呢，这160块呀。你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就是说暂时的话，想减少点投资，然后音质的话要靠近嘴边，音质更好一点，这款可以拥有它，很便宜的，然后就这个样子。这个有电池。电池和供电，这是纽扣电池，这纽扣电池哈。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款的更加便宜一点给你看，就胸麦哈，胸麦。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这个是有线的哈，对，这种概念大家看，包括我现在所有介绍的，这目前是有线的，这个就搭在直接刚才的话，如果我不加延长线，就直接搭在手机上，1米长也够用了，直接搭在手机上很方便。如果你要是有线的话，就是其实也蛮方便的，这一点点的线，那个线很柔软，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有线的，但是我有的在户外的时候呢，除了有线，我最关键的有的时候我要便携，知道吗？我给大家再看一个好东西，大家看这里，这个非常的小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可以装在口袋里面的，我是长期可以装在口袋里面的，这个也是装在我的口袋里面的，这是非常迷你的，知道吗？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大家都这样，这装在口袋一点感觉都没有哎。还有一个就是手机，你也当然也就装在口袋里面了，也就是说你在口袋里面就可以设置整套包括专业的录音设备，包括这个专业的手机摄影，就都装在口袋里面，人家都不知道你有带摄影装备出去，你就可以做很专业的这个视频作品出来了。这个麦克风的话，重点再讲一下啊，这个的话值得拥有，简单一点，反正就Rode VideoMic Mini， 对于它的品质音质方面也不用去怀疑了。这个上一期视频就完全靠这个录的，延长线也不用，直接插在这直接录啊，整个声音都靠这个。这个也是Rode啊，我为什么重点推荐Rode音质它降噪效果非常好，而且现在目前的很多的电影啊、影视啊、专业的很多制作的麦克风很多都用Rode，当然Rode也得要适合你了。我给大家亮相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宝贝，看清楚了啊。那首先第一个胸麦嘛，这个是先不要说就知道了，胸麦肯定是要有了，对不对？它这个胸麦的那个这个名称好像叫Rode Smart Lab。就Rode Smart Lab Plus， 就是这一款，就这样小小的，这个我把它换掉了，这个官方原来拿过来的时候是铁丝的，有的放在口袋里面砸人，我就把它往上换个塑料，而且可以旋转的哈，这可以旋转放在口袋里面比较舒适哈，就用这个连在手上，然后的话这个线的话不是很长，这连在手机上也差不多。
那录半身影像，我如果坐在这里，这条线也够用了，啊，我也不拔出来了。音效的话，大家早期我录过大量的作品，就是靠这做的。前面让我军卫英语前面的很多的音频就是靠这个东西录出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采用肉的那个无线的系统，无线的，稍等再跟你讲，这个很好用。但如果你要是嫌这个1米多哈，这应该还不到2米，1米多，你要是觉得线太短，我要坐在大老远外头录的话，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是6米长，也是肉的延长线。你看我刚才把所有东西都装在这小袋里面，那么迷你，它这个线非常细的，它这线非常细的，非常细，然后你就把它这个连在这里面，你的6米长的问题就解决了，就基本上你走的大老远了，全身半身以上。但是有线的话，你当然要注意了，有线的话线不要扯断掉了，是吧？然后那有的时候你的摄影装备里面，我不是只用手机录，我有的时候我还要用运动相机来录啊，对不对？那运动相机的话，我也这个时候就再加个转接口哈，肉的这套系统我就全部带在这里面了。这个是转正常的这个3环的这个3.5的这个平板电脑啊，这个其他的这个电脑用的，还有那个单反、微单啊等等这样的接口哈，这的接口由手机转成正常的接口啊，我也把它连在一起，再加上这一个6米长的延长线，再加上麦克风本身，就整个的话都很装在这一小小的，刚才拿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小小的一点点。用这个的话，大家买回来以后哈，这个肉的相对来讲价格比较高一点点，但是也不算很贵。如果你要是注重声音的品质的话，也是不会很贵。这个主麦克风的话也是480左右，好像我在网上，我前几天原来买过一个，然后的话被钥匙线刮坏了不能用，我又再买了一个，这个是400来块钱，400多吧，480好像，这个是150，这个是150，然后的话整个的话就装在这里面，就400加300 700块左右哈，700块左右啊。如果你要是想要这个的话，这个好像是在网上卖398块元，398块人民币哈，这个398，这款的话，我觉得必备的这个非常实用。反正根据自己需要吧，反正我2套，我平时就这个都简单的装在口袋里面，再加上手机，这是我随身携带的东西，很实用。然后的话，你买回来以后，这个线呢，这个线它配套送给你的这个小袋子的话，不要扔掉，这小袋子就装在这小袋子上，因为在口袋里面有钥匙，你这个线的话，稍微用什么被硬币啊或任何弄一下，久了到时候就失灵了哈，这坏了，这线很细，音质其实线的质量很好的，线很好，但是笔颈这么细的东西要注意，要保护一下，它这送过来袋子不要扔掉，装在里头啊，这样备用，非常简单。在进入到接下去要测试无线之前，最后一次我详细的给大家看看，就是Rode H1这个麦克风，音质非常好。现在的话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哈，现在目前线还是不变，我只是把这个接口现在接在这个Rode H1这个接口上面哈，接在这个Link out 这个线哈，接在上面，然后前面的话手机就是转换线一样的，跟这个一样的。那现在这样听起来好像声音好像跟这个没有太大差别，对不对？这个因为它声音它是固定的嘛，音量怎么样就怎么样，除非你说话声音大一点或者嘴巴靠近一点才能够有大的改变。但是这款的话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增益。比如说我有的环境我要走远一点，我在几米以外，但是我要收到声音也要够清晰啊，然后或者说
周边如果有很多人在访谈呢，好多个人呢，而且都有点距离啊，那我要增益怎么办？大家看这里，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哈。大家看这里，现在目前的话，这个是声音量是80%多，那增益的话就在这个线这个 lean out 这个地方调哈，这个地方，当前的增益哈，它这个从0%到100%，0%就没有声音了。现在我逐个试给大家看哈，现在30%，我如果降低音量这个敏感度的话，你看，现在目前是20，我再往下降，当前是10%，我继续往下降。就是当你声音调到0%的时候，你就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说，声音如果敏感度你调的越低一点，的话，我刚才说过，它就对周边湿音的环境那个范围它就越小，一直到没声音为止。那比如说我30%到这，那我要40%再扩，再往外扩，这个是最大的强项，就在于这个声音的敏感度可以调。然后网上也有其他的一些设备，但是概念还是一样的。那我现在继续往上增哈，我从一直调到100%，大家整个对比一下。当前的话是30%，你看哈，这当前是40%，40%的话音量肯定更大了，但是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很强烈的噪音哈，我再继续往上调。当前是50%，继续哈，继续。当前是60%，就是你声音越大，当然噪音也就越大，但是它能够吸收的声音的话，就可以距离更远一点也能听到声音。我继续往上调，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要是这个音量这个增益的话没有调好的话，有的时候一买回来默认100%，然后整个就炸掉了，那个录出来声音就乱掉了。这是80%，我继续往上调，快速调一下。这是90%，这是90%，大家会不会明显感觉到？这里的话，现在还是比较安静的地方，是吧？就是在室内呢，它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但并没有太大噪音。如果到户外，那就哗哗的声音了。有的时候周边树林里面那个声音，整个空气就很噪音很大了。我再调到100%。再调到100%，这时候噪音就更大了。那我如果距离更远一点呢？如果我人稍微距离更远一点点呢？我这样的话，我这样说话的话，我这样说我再远，我要跑到大老远后面去的声音都很亮的。调到很远的地方，这声音都很亮；调到大老远后面，声音都很亮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把握住，就是说你到底你的音量的话，你要控制好。现在太高了，要往上调，否则这音质肯定不行的，是吧？我们再返回来，差不多调到30%左右应该差不多了，试一下30%或40%，根据你的实际的距离的需要吧。应该这样调到30%左右就够了，对不对？那么有这个设备其实是很强的，是很好用的东西啊。你特别需要增益的时候，这个虽然它是已经处理好了，就是音质的话控制噪音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但是有的时候需要大范围的湿音，而且那个需要很远的话，那么有这个设备的话，就可以让你增益的效果整个的增益做出来。而且一会我还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无线的系统哈，无线的系统我看一下啊，无线的系统有了这个也一样的，它做访谈的时候也不需要线，然后你把这个线插在那个无线的发射器上，然后的话它就可以移动的，我不用线了，然后把这个线只要连接到
连接到那个无线的发射器上就可以了，就可以做访谈了。你可以中间不用线的啊，只要有个发射器就行了。那有了这些概念以后，基本上大家我相信对这个麦克风的话就算有点了解了。那关于哪一些有更好的一些装备啊要推荐的话，我稍后一会再给大家列一点，就是比较当前比较好的一些麦克风，我稍后的话再提供给大家在页面上大家参照一下，然后看看网上的测评哈。那现在目前有线的麦克风暂时就先讲到这哈，就是一定要便携，一定要多用途哈，不要只待在电脑里面，待在家里面才能用，你什么都能用，电脑也能什么都能用，而且要简单，要便携，要方便，而且音质要好，又要不要有噪音，然后又要就是音质方面各方面都要完全满足人实际上的那个需求哈，这一点的话你把握住就好了。那现在当前有线的系统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了哈。麦克风的话其实也不需要买很多回来你放在家里也没用啊，有的东西那么大一套，然后买回来的话你扔都没地方扔，这家里东西都被数码产品都占满了，知道吗？我以前很多的数码现在都卖掉，都通通的话很便宜都卖掉了，有的网上有那二手的卖掉，你占了满地都是，而且买回来基本都用不上，你必须买回来就要用得上的东西才拥有它，如果用不上的话没有用，很多时间一放久了里面又灰尘，那个声音什么都受到影响哈。有线的我就先介绍到这，我现在接下来给大家看看一套无线的系统，给大家了解一下。大家看这个无线的系统哈，这套无线系统我是刚刚换的，就是好像叫做 Comica， 然后具体的那个名号我也不知道，就一会我贴上去好了啊。它这个系统里面你看，它这个已经把手机夹和这个接收器合二为一了，就是说当你手机需要用到这个无线接收系统的时候，整体上都很薄的，看到没有？厚度比手机也厚那么一点点而已。然后的话就是相当于说你要外出的时候，如果用手机需要用到这个无线系统的时候，就不需要在外接一个很大的这个接收器。我早期用过一个 Rodelink 好像什么那个我刚刚卖掉，那个很重很大个，然后有的时候挂来挂去很麻烦，然后又老怕刮到啊弄坏掉等等，就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带出去。但是它这套系统这么轻便，你看手机夹跟这个接收器已经连为一体了，然后又很小巧是吧？然后它因为本身就是手机夹，又不占用任何地方，也不用去外挂到哪里去，然后非常便携，所以这个现在是我目前主要的这个无线麦克风哈。以后我基本上用这款，然后测试过了，音效果也很好。它这里面的话，你看这里，这是一个音频的接收器的输出口，这是输出口，然后呢线的这头就接在手机上，这头接在手机这一边的是4环的，对不对？这是4环的，这是手机专用的接口，把它接在这，接上去。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的时候运动相机也需要用到或者说其他单反微单呢也要用到这样的接口，你就多买一条线吧，让它2种都是手机的，都是单反那种的接口，3环的2头都是，这样的话就这头接在这，然后另外一头接在运动相机上就解决了，对不对？那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相机的话，我还可以把这个你看后面买一个那种就像那种贴扣那种东西啊，给它贴在这后面，然后不占地方哈，非常便携。这个是接收器哈。一般的无线的系统是由2部分组成的，还有一部分是发射器，这个是发射器，是带在我们身上的。我现在开机啊，开机它。
然后现在这里在闪就代表正在等待连接，然后我把这个发射器也打开，也开机，你看，一旦它两个连上以后就不闪了，说明就已经你看都是灯都绿的，然后就工作正常了。然后稍微看一下里面的显示的电量要正常哈，电量充足哈，不要让它半途没电掉就好了。现在这连接就完成了，我现在可以工作了。那现在这套无线的系统就可以工作了，那头是接收器接在手机上，然后这个就可以带在身上，把这个麦克风夹在这个衣服上，这样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那音量的话，大小后面还可以调节音量，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感觉我这样录音的时候，声音有一点点噪音，后面那个接收器里面还可以调，就是敏感度嘛，跟这个一样的道理，你把音量调小一点，就是噪音就小啊，而且还可以实时的监听啊，后面有个接口可以监听一下，就是有没有噪音哈，自己回去自己慢慢研究一下。这个无线的麦克风系统叫做那个，看一下 Comica CWM-WS50啊，这款。大家可以去买一下，这款非常便携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他说他觉得连这个如果这是可以来回走动的，这是任意走动，走到哪里都没关系，任意可以走动的，你可以走几十米以外都可以，一点都不受影响。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为了方便，甚至连这个，或者说有的时候采访需要啊，或者说有时候访谈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有的时候连这带都不愿意带，也很简单。这个夹子的话，你就把它夹在后面就可以了，把它夹在这个后面吧，夹在随便找个地方哈，像这铁丝，这样夹住它也行哈，这样就可以收起来了，你这样手拿着也是可以的，手拿着这样，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我们都知道那个胸脉嘛，胸脉的接口它是属于那个叫做什么那个鼓膜是吧？鼓膜比较小的，所以它收音范围比较小嘛。这个刚才说过这个道理嘛，是吧？所以的话，你要是如果想要这样拿的话，就稍微离嘴巴近一点。那如果有访谈的话，你要把这个话筒你就送到他嘴边一点，就往他嘴边伸一点点，这样让对方说话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如果你要是想有的时候我要放下来呢，或者说有的时候也要访谈啊，好多人要访谈啊，那怎么办呢？然后能不能直接用这套系统？其实可以的，我现在其实可以换下来的。我给他这个无线麦克风拿掉这个可以拔掉。然后我可以换成，比如说像这个 Rode Video Mic Me 哈，类似这样的，我也可以当发射器啊。我只要把它的原来的手机专用的，是吧？我买个转接线嘛，然后连接变成那个正常的这个3环的这种的单反用的，或者说这接收器用的接口嘛，是吧？换一个，我把它拔下来哈，换上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下来了，就可以直接这样进行说了，胸脉也不用带呀。然后，你访谈的也没关系，如果有2个人、3个人这样的话说的话，只要指向到这里就可以了，不用带胸脉，这种可以实现无线，或者说那个。叫做什么？这个胸脉的这个鼓膜肯定比那个更大了，音量要比这个胸脉肯定音量大多了。如果你这样访谈的话，不用拿得太近，你这样只要指向它，声音音量都很大的，是吧？如果再配合上这个，是吧？这个也一样可以的，这个也效果也是一样的，反正就跟刚才一样的，无非就是把这个线
连接到这个发射器这边来，那这个音量可以调的，你要爬到老远外头去，音量都很大，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要是有了多人访谈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买一条线啊，无非就买一条就是转换线嘛。那现在这已经连上了，你看周边没有线啊，我就直接这样说了。那我当前音量我是30%嘛，如果我继续往上调，你看音量就会越来越大，也会40多、50多、60多，这个是声音会越来越大，它90多到100，100现在声音肯定吵死了，对不对？那我们再返回到30啊，我们再返回到30。再返回到正常的左右，大家自己到底要30%还是40%，自己调一下，自己慢慢调，调到感觉差不多就好了。因为一个是声音的敏感度，另外一边的话是声音的音量，你要搭配的哈。如果小一点，敏感度调小一点，音量调大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因为是无线的嘛，无线的系统你就走到哪里都可以用。看这，走到这，走到任何地方，这很方便，看无线的，没有线的，看到没有？无线的系统，音量一样的，然后这样的搭配也是非常有用，特别做访谈的时候，你根本就，比如说假设我有的会议室里面正在开会，几十个人吧，我就把这个随便推到他面前就好了，不用线了，就直接拉到他面前，就让他说话，说完以后再交给另外一个人，这样非常好用的，这很好用的。就把这个当发射器用，哈，我走到近前一点啊。就把这个当发射器用，那后面有接收器，这个就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如果用 H1 的话，它可以把音量调到你要多大，哪怕就是远一点也行，就无非就是把那个声音增加一点，当然相对来讲噪音会多一点了哈。如果你要是方便拿到近一点的话，那么你就调到刚刚好就好，不要太强的噪音就好了。这样非常方便了，这样非常方便，不用线了是吧？非常好用这个东西，电脑上也可以用这套无线的系统，电脑也可以用，手机也可以用，什么都能用啊。用途很广泛，而且这套系统的话，这套无线系统好像不到1000块是吧？好像1000块钱左右。这套非常好用，真的很好用。我刚刚买回来没多久，刚试的，又便携又小巧又轻，你看就这么一小小的东西，很好用哈。那到此呢，整个课程就基本上全部讲完了。我相信通过大家对这节课的了解，那对你想要拥有什么样的麦克风已经懂了，也知道如何去利用各种各样的麦克风了，是吧？我稍微在最后再稍微做个总结吧，就是第一个，你麦克风呢，你要知道就是麦克风的不同的麦克风这种鼓膜的大小的作用哈，比如说像在这种超大鼓膜它是音量特别敏感，而且有的是可以调的，可以增益的哈。那这种的是虽然不能增益，但是基本上够用的，音量也基本上够用，然后降噪刚刚都已经做好了处理了，这是一般傻瓜式的，但是还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大鼓膜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的比较小鼓膜的这种胸麦哈，它就只能接收到比较小的范围哈。另外一个就是说，麦克风一定要知道到底要选择指向性的麦克风还是这个前向性的麦克风。那一般演讲的就采用指向性麦克风。这款的话，Rode H1 也是属于指向性麦克风。当我这样方向朝那边的时候，音质就不一样了。我再返回来的时候，这样音质就很好了，是吧？它可以遮蔽掉周边的这种噪音哈。这人要买指向性的麦克风，特别做演讲的。如果环境特别嘈杂的时候，指向性麦克风指过去，背后如果也有噪音，有的也要被吸收进去的话，胸麦虽然是前向性，但是它
声音的敏感度很小哈，就范围比较小，所以你带上这个的话，虽然是全向性，但是它只能你个人的声音比较清晰，周边的环境也不会那么嘈杂，所以有的时候全向性也是有它的用途的啊。然后一个就是考虑到这个麦克风线的长度的问题，如果你要录制半身的影像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比较短的；如果要长一点的，可以加一些延长线，或者本身就比较延长的，是吧？然后接口的不同哈，接口有手机的接口跟这种手机的接口跟这个正常的单反啊、摄影机啊、微单电脑的接口两种是不一样的，有的这种的手机电脑用的是。这现在目前是4环，一般正常是3环的，然后手机的这里面这个就有4个环，1、2、3、4哈，就是金属有4个环的，那个电脑的话是金属的，里面有3环啊，就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呢，你虽然买回来像这种的 Rode VideoMic Mini， 这个虽然它是手机专用的，但是你想要变成电脑能用的或者其他能用的，就要买个转接口来实现让它转接，是吧？然后如果你要是在一些做访谈啊或做采访啊，是吧？需要远距离一点或者人比较多一点啊，需要大鼓膜的时候，就可以买一个类似于 H1 Room H1 的那种这样的麦克风，它大鼓膜还可以增益啊，有的麦克风可以增益，这个不能增益的话，就是相对音量需要大场景的多人的访谈的话，这个相对音量就比较小一点。如果有这个的话，就可以更大一点，是吧？增益更大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线与无线系统之间的差别啦，有的时候你为了你懒得带来带去，懒得这个线拉来拉去，对不对？那我就可以买一套传无线的方式来替代有線的，是吧？那无线由接收器跟发射器2部分组成的，是吧？你就在这个发射这端的话，既可以用正常的这个胸麦插在这个发射器上，胸麦插在这个发射器上进行。挂在这个胸前这样说话跟正常一样，但是中间是没线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发射器跟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大鼓膜的这种麦克风进行配合，然后放在一块，你直接这样说话哈，这种其实也够了，2个人访谈也基本上够用。如果不行的话，声音你还嫌小的话还要增益的话，就可以采用这样的麦克风 H1 这是很经典的一款哈，很多记者都用这款的话很好用。还有一个就是固件要升级一下，因为在电脑里面网上有哈，你看一看教程，有的它可以数据传输的哈，不一定要3.5的，它就直接靠数据线 USB 的那个数据线，然后直接跟电脑用数据进行传输也可以。当然音频线传输也可以，2种方式哈。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网上的教程很多。就这样，当你懂得这一点的话，就是知道如何去调节如何控制噪音哈，如何敏感度不要太大的调小一点，让它试音的氛围控制在有效的氛围内，然后噪音不要让它产生太大的噪音，然后知道这个麦克风尽量离你嘴巴近一点的话，就是音效比较扎实。那如果比较远一点的话，声音就会有点发虚啊。那一般的话，正常的话，如果你手机录音的，就是这样的话，正常其实1米远左右的这样录半身的影像，就是如果跟手机配合那个 Rode VideoMic Mini 就已经足够用了，也直接连在上面，什么麻烦都不需要，连上直接说话也基本上是够了哈，不用，如果不是说特别严格要求，对音效太过度于这种要求的话，基本上这样够了，就简单拿这个就能用了，也不要线你直接对着手机说话，录半身的影像非常快捷啊。那相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大家每个人都会知道如何去摄影的时候录制出高品质的声音来然后投资也不多哈，大家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要去组合你自己的录音设备。我相信大家在摄影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住声音的音质的作用，有时候比影像还要重要。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摄影，如果你把我的影像拿掉，但是你声音没有问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人家照样会用心的去听。但是你如果真的演讲的过程中声音完全没了，那就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虽然你的影像也摄影很好，甚至高清甚至 4K 也没用，没有声音什么都没用啊。特别有一些类似于做自媒体的需要声音啊音效之类的，那么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音质系统。今天我通过这样的测试，我自己买的装备，如果不是说实际的工作需要，有的时候我也不会从头什么东西都去测一遍哈。但是因为我在录制教程嘛，我就不得不对每一种装备啊进行整合一下，然后试好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所以这套系统我发现非常好用，以后在访谈过程中可以大大的使用这套系统，给它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很好用，音量又好，音质又好，样样都好，这款可以用。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